用一条系着铜钱的红绳将一株植物捆住。村民们把这种绳子叫棒槌索，被棒槌索锁住的人参就再无法跑掉。野山参价格尤其昂贵，能去到500克1斤。在吉林省长白山，每年6月后，当地居民便开始筹划着一项老传统——放山。赵炳林是长白山出了名的老把头，他正在张罗帮手上长白山放山。他先预约了村里老王的时间，现在正值野山参结果的季节，老王也一口应承下来。放山的意思是进山寻找野山参，进入原始森林放山，不仅要做好空手而归的准备，还要有时刻面临危险的觉悟。赵炳林来到了师傅家里，打算再请老人家上山，但师傅因为年纪太大，不便再进山受苦。出发前，师傅把自己的放山家伙都交给了赵炳林。鹿骨材质的签子可以不伤棒槌，用红线系着铜钱的棒槌锁可以锁住棒槌，便捷容易携带的快当斧。放山工具一应俱全，大多工具都系上红绸图个吉利，期望放山顺利，能采挖到野山参。放山的人数也有讲究，要求去单回双，进山时为单数，采挖到人参后加起来就变成双数。赵炳林此行一共5人，作为老把头，不仅要确保大家进山有收获，还需要保证人员的安全。进山后，他们先找来几块石头，简单搭了个山神灶台。赵炳林一行进行了简单的祭拜，祈祷这趟放山能拿到大参。放山开始后，把头需要通过经验来观测山景，确定野山参的大致位置。所谓寻龙分金看缠山，其实都是有一定科学依据在。确定好此次放山的山场后，接下来他们要在太阳落山前搭好地枪，也就是一个简易帐篷，作为之后一段时间内放山的大本营。清晨出发，傍晚回来。人参曾经是清朝的立国之本，民间采挖人参是一项秘密活动，由此发展出许多暗语，所以采参被称为放山，人参又叫做棒槌。放山的过程需要5人一字排开，用手上的索宝棍向前地毯式搜索，这个过程叫排棍儿。把头赵炳林为头棍，中间的人叫腰棍，最边上的叫边棍。头棍和边棍负责指路，他们把握着全队的探索方向，避免迷路。人参一般在7、8月份结果，其果实呈现红色，这个时间就被放山人称为红狼头市。小小的人参隐藏在大山之中，极难寻找。排棍过程中不允许任何人说话。人参需要2年以上才能长出一个完整的5叶副叶，俗称1巴掌。随后需要5到8年才分叉长出2个副叶，俗称2甲子。随着参龄增加，大多数能长出6个副叶，又叫6匹叶。此时的参龄高达几十几百年，正是放山人所追求的大棒槌。对于采参，放山人有着自己的坚守，3匹叶以下的呀，基本上不挖，都挖这个大4匹叶以上的。放山过程中，每隔一段距离需要折断一根树枝，行话叫做打拐子，一般由边棍来做。重复压杀，咱已经压过了，有这个标志了，再也不能压重了。如果冒到山的情况下，因为我打了拐子了，也可以早上走出冒到全身。连续3天的搜索下来，他们仍然一无所获。边棍老王发现林子里有旧树枝折断的记号，说明这片山已经有同行压过了。他们需要重新选择山头。赵炳林决定带着队伍前往一处叫棒槌沟的地方。有人曾在那里挖过几百克的野山参，但去到棒槌沟的路属实有些难走，除了路况差，还有着许多的毒蛇。人参果会吸引来鼠类和鸟类，毒蛇就在这里守株待兔。最厉害的就是秃球了，它的毒性最大。一般的情况下，被它咬了以后处理不及时的话，就有生命危险。考虑到安全问题，进入到棒槌沟后，放山速度明显下降。到了中午，放山人就在山里吃些干粮。在以前，放山人多为闯关东的山东人，所以煎饼卷大葱就是放山人的主要口粮。在山林里连续待了1个多星期，如果再没有收获，他们就只能下山了。传说人参1天能翻9座山，这其实描绘的也是野山参难寻。寻找野山参除了需要经验和体力，有时还需要一些运气。几匹？快当快当！老把头口中的快当是一种喊山的行话，据说喊山能把人参定住，然后他们要用棒槌索将人参绑住，锁住棒槌后，起身开始了。行话叫做抬棒槌。2人站着用树叶赶走蚊虫，老把头专注起身，用鹿骨签子将人参的每一条根须上的泥土都清理干净。整个过程需要小心谨慎，一丝的破损都会让野山参精气流失。这个算体型好像还不错啊。这体型不错，这叫灵体什么？你看，像个人似的哈。人参里土后，需要打参包子。山里湿润的苔藓便是最好的对象，既不损伤人参，又能保鲜，可以储存几个月。最后在原地撒上人参籽，寓意是有取有留，希望人参接着继续繁衍。挖到野山参的情况要记录下来，削去最近1棵树的树皮，
提醒后来的放山人。表示咱今天拿筛子的是5个印，1、2、3、4、5印，啊，下边呢还拿了3片叶，1、2、3。根据传统，下山路上放山人不能去评估人参的价值，避免心理落差或有人见财起意。放山结束，老打头还需要向山神还愿。千百年来，当地村民通过这种方式获取自然的馈赠，取之有度，心存敬畏，这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道。